英国首相苏纳克访问基辅才过去了1周的时间，英国最新的援乌计划就已经到位了。11月23日，英国国防部宣布了新一轮对乌军事援助清单，其中除了常规的武器弹药外，有一款武器的出现相当引人注意，那就是3架韦斯特兰公司的 WS-61海王直升机。为何这款非武装用途的直升机如此受瞩目？因为虽然此前乌克兰收到过不少直升机援助，但都是米17、米24等苏式装备，而这次英国海王直升机的加入，标志着乌克兰首次正式获得北约制式的飞行器。按照英国国防部的说法，这批直升机主要用于救援而非战斗任务。那么这款海王直升机究竟是什么来头？其在俄乌战场上能发挥多大的作用？11月19日，英国首相苏纳克对基辅进行了访问。苏纳克在与泽连斯基的会谈中重申了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帮助乌克兰升级防空系统来抵御俄罗斯的空中袭击。除此之外，还宣布了一项价值5000万英镑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125门高射炮、防空雷达以及专门应对无人机的各种装备。同时，英国还将为乌克兰提供配套服务，派遣医生和技术人员为乌军提供帮助。而就在苏纳克返回英国的1周后，英国国防部就宣布了新一轮对乌军事援助清单。除了为乌克兰追加提供1万发急需的炮弹外，另一项就是前面提到的 WS-61海王直升机。在俄乌战争开始后，乌军的直升机装备就损失严重。在接收到的直升机援助中，乌克兰共计收到26架米17和2架米24，其中美国援助的最多，一次性就向乌克兰提供了20架米17直升机。这批直升机原本是阿富汗陆军所有，在塔利班掌权之后，美国直接将其转而赠予乌克兰。剩余6架米17则由拉脱维亚和斯洛伐克援助，2架米24则是由捷克援助。值得一提的是，这2架米24还是俄罗斯作为抵债品交给捷克的，曾经还在俄罗斯的军工厂内进行过升级，不过目前已经成为了乌军的装备来抵抗俄军。在此前的援助中，各国提供的都是苏式直升机，一大原因就是担心长期使用苏式武器的乌克兰飞行员与后勤人员无法在战事紧迫的短时间内掌握西方飞行器，需要较长的时间培训之后才能发挥全部战斗力。而此次英国向乌方提供海王直升机，则提前了2个月就开始培养乌军飞行员和工程师，而现在乌方相关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并返回乌克兰参与战斗。英国援助的3架海王直升机中，有1架已经先期抵达乌克兰，并开始为乌军提供最需要的关键搜索和救援能力。英国此次提供的海王直升机是英国韦斯特兰公司生产的英国版 S-61直升机，原版希科斯基 S-61于1959年首飞，1961年服役，是一款制造数量众多、服役周期很长的直升机，也是目前全球还在使用的直升机中最为长寿的型号之一。该型直升机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为了对付苏联的潜艇而研制，最终诞生的是美国海军版的 SH-3直升机，希科斯基公司内部代号为 S-61。除了希科斯基公司外，美国还授权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在本土制造。该型直升机属于双引擎中型直升机，除2名飞行员和2名操作员外，还可搭载26名人员。宽敞的内部空间使得其改装潜力很大，因此在军用与民用市场都很受欢迎。该型直升机在美国主要执行反潜任务，同时兼顾搜救和运输等任务。由于性能出色，改装潜力大，不少国家都采购或购买许可证生产。其中，英国和意大利是除了美国之外最大的客户。加拿大版被命为 CH-124，2018年才服役，在加拿大军队中整整服役了50多年。该型直升机采用了希科斯基公司非常擅长的单旋翼带尾桨结构，主旋翼共有5片桨叶，地面停放的时候可以自动折叠。2台发动机布置在机身顶部两侧，尾梁比较短粗，左侧有一个5叶的尾桨，右侧则是一个面积较大的水平尾翼。主起落架在机身两侧，而且是可收放的结构。机身后部则有一个较小的固定式起落架。从外形来看，整体布局非常成熟，根本不像是50年代设计的早期直升机，无疑展现了希科斯基公司在直升机设计领域的领先地位。
从1961年到1980年间 ，S-61大约生产了679架。在美军序列中，除了海军的 SH-3反潜直升机外，美国总统专用直升机陆战队1号 VH-3D 都是以该型直升机为基础所做的衍生版。英国此次援助的 WS-61海王直升机是英国引进西科斯基生产线与改装许可的英国版，服役于70年代初，总共生产了357架，主要用于反潜作战以及预警和搜救任务，参与了几乎英国2战以来所有的战争，尤其是舰载预警型更是英国海军的独创。最早是在马岛战争中，为英国航母编队充当预警机而临时改装了2架。之后就在此基础上研发了专用的预警直升机，一直在英国海军中服役多年。该型直升机英国版与美国版之间的区别，除了外观和部分细节之外，最大的差异就是发动机不同，将原来的通用电气发动机改为英国罗罗公司的涡轴发动机，单台最大功率由1400马力提高到了1660马力，相比于如今的同类型直升机要小一些，因此其飞行能力不算特别出色。最大飞行速度只有每小时267千米，最大航行速度每小时219千米。目前，英军中的海王直升机已经在2018年9月全部服役。这次向乌克兰提供的 WS-61型是英国皇家空军中的搜救型，而除了搜救机型外，该型直升机在英国军队中还有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的反潜型，以及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突击运输型。原屋的这3架 WS-61与陆战队的突击运输型相比，去掉了包括导弹逼近警告系统在内的自卫套件，生存能力相对弱一点。而这样的做法则是为了防止机密的导弹警告系统被俄军俘获。虽然此次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批直升机主要用于救援而非战斗任务，但实际上救援型送到乌军手中后，基本上可以快速升级为反潜型。因为其为了在海上起降，救援型与反潜型一样采用了封闭式船型底和浮筒式后3点起落架，同时也具备3630公斤的外挂能力，不仅可以携带吊放式声呐，还可以挂载重达380公斤的反潜自导鱼雷和深水炸弹，具备在海上执行4小时的搜潜、攻潜任务。因此，只要将反潜模块安装完毕，即可用于反潜作战。很显然，英国的援助很有针对性。乌军只要轻松改装，即可将非战斗的救援型直升机变为攻击型装备，而攻击目标自然是克里米亚附近残留的黑海舰队了。讲到这里，火力军不仅想称赞一下普大帝，他那句"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豪言壮语，令火力军印象深刻。然而实际情况却是20年过去了，俄罗斯却在去军事化的道路上大步迈进。想当年黑海舰队也祖上阔过，尤其是苏联时期，苏联红海军的黑海舰队还一度拥有过航母。当时黑海舰队可谓是不可一世，是苏联在地中海威慑北约最有效的一支军队。然而自从苏联解体后，失去了财政支援的俄海军就开始了摆烂，大量主力舰艇不是被拆解就是被封存。本身俄罗斯海军的整体实力就不怎么样，而黑海舰队在俄军4大舰队中实力仅排名第3。到了俄乌开战前，黑海舰队的存在感已经相当低了。莫斯科号本是黑海舰队的旗舰，这艘导弹巡洋舰还活着的时候，好歹还能利用16枚远程超声速反舰导弹以及相对完善的防空系统给黑海舰队撑门面。但乌军仅用2枚海王星反舰导弹，就将这艘1.1万吨的巡洋舰轻松击沉。至此以后，黑海舰队就只剩下了11356型护卫舰和基洛级常规动力潜艇作为主力了。11356型护卫舰的满载排水量仅为3000多吨，而且由于动力系统被乌克兰卡了脖子，俄罗斯现如今也无力继续将其建造下去。莫斯科号尚且有 S-30F 防空系统以及 AK-630近防炮，但是却连亚音速的海王星导弹都拦不住，就更别提11356型护卫舰那些更不靠谱的防空能力了。更何况开战后，由于北约的卫星侦察，外加乌军的无人机和无人艇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大型水面舰艇目前已经很少敢于离开塞瓦斯托波尔港。现在活跃在黑海的主要是俄海军潜艇部队。当下黑海舰队的序列之中，一共有7艘基洛级潜艇。由于塞瓦斯托波尔本身是潜水港，因此这些潜艇部署的时候，一直要以上浮的状态停泊在泊位。北约可以用卫星轻而易举侦察到其具体位置，因此这些潜艇与舰船相反，很少在港内停泊。而基洛级潜艇装备的口径巡航导弹，对于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威胁非常大。
此前乌克兰一直拿这些基洛级潜艇没有办法，海王直升机到来可谓是其克星。虽然英国这次提供的已经是退役的型号，但对于乌克兰而言能用就可以。毕竟海王反潜直升机对付这些俄海军上世纪的老古董潜艇还是绰绰有余的，并且此次援助标志着乌军首次拥有北约飞行器，这意味着乌克兰距离获得 F-16仅差一步之遥。现在看来，这些先进武器装备并非是北约不愿提供，之所以滞后的原因是需要足够的时间进行人员的培训，而当英国开始援助一项武器的时候，往往美国稍后就会跟进。此次这个突破由英国打头阵，足以见得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非但没有丝毫减弱，还一直是走在北约的前列，并且除了直接支援装备外，英国还在积极训练乌军士兵。由在英国训练乌军第77空中机动旅已经成军，其中1个营已经完成训练，另外2个营正在加紧训练中。该旅的装备包括 T80BV 主战坦克、德国野狗装甲车、美国 M1224 地雷防护装甲车和苏制 BMP 装甲车。这些多半是北约装备，但一直没有战机和直升机，是这支空中机动旅唯一名不副实的地方。尽管如此，随着英国及北约对乌军士兵训练的完成，未来将有更多的乌军精锐之师投入战场。而现在给乌克兰提供士兵训练，已经成为北约对乌军事援助的一个重点方向。这充分说明乌军对这场战争的长期化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只有更多北约化的乌军士兵，才是乌克兰持续打赢这场仗的基础。这些乌克兰士兵所接受的完整训练，当然不是那些仓促上阵，顶多发5枚子弹打靶的俄动员兵可比。而俄乌战争中另一个博弈方美国，仅仅拿出军费开支的1/20援助乌克兰，就让俄军的真实水平被戳穿。就是这样的俄军还一直将美军当成假想敌，而美方也从不对其小觑或者贬低，真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欺骗谁。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随着北约军事援助的进一步增强，俄军还能在吞并的乌东4州硬撑多久？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